总监因为我上班迟到3分钟，当众宣布扣除我今年8万的项目分红。我解释说昨晚修复核心漏洞，加班到凌晨4点，他却骂我找借口。我不想再争，开始摆烂式上班。结果半个月不到，平台遭遇黑客攻击，没人能重写底层逻辑，公司直接蒸发了3个亿。周一早上，说实话心情还挺好，连夜把数据库的0日漏洞补上，后台狂飙的警报终于停了。看着平稳运行的代码，整个人彻底松弛下来，拖着步子回到出租屋。已经是凌晨4点，躺在床上琢磨着，只要撑过这个月，发了项目分红，老妈的心脏搭桥手术费，房贷的窟窿，还有女儿下半年的托管费，勉强就够了。谁知道闹钟一响，睁眼一看全晚了，居然迟到了3分钟，一路狂奔冲进写字楼，打卡机无情地跳出9点03分，打卡 app 弹出迟到的刺眼红字，那一刻心里直接咯噔一下，完蛋，这下肯定又要挨骂。本以为顶多就是被领导训2句，谁知道总监直接憋了个大招。早会上，大几十号程序员乌泱泱全站在办公区，键盘声全停了，空气里全是浓重的咖啡苦味，混着没日没夜加班的汗酸味，压抑得很。总监手里攥着一沓考勤表，站在最前面，满脸铁青。他装模作样清清嗓子，斜眼朝这边瞟过来，说：“今天先宣布一件事，有的人仗着自己写过几行底层代码，尾巴就翘上天了。林哥，感觉在点你。林川上班迟到3分钟，按公司红线制度扣除今年全部项目分红8万块。”整个办公区瞬间死一般寂静，脑子里嗡的一声，彻底被砸懵了。8万块在这些高管眼里可能也就是块表的钱，但对我来说，这是老妈进手术室的救命钱，是下个月不断供的保命钱，更是全家一整年的指望。没日没夜熬白了头，每个月工资一发就还账，就眼巴巴盼着这笔钱救救。后排测试员倒吸一口凉气，迟到3分钟扣8万，这么狠，还让不让人活了？就是啊，咱们天天996当牛做马，不就图这点奖金？自己迟到怪谁？活该！人群里也有平时爱拍马屁的人幸灾乐祸。我喉咙干得像被塞了团棉花，拼命深呼吸才勉强挤出声。我说总监，昨晚核心数据库遭到恶意阻断，底层崩了。我一个人重写补丁到凌晨4点，刚闭眼没一会儿，错过了闹钟，这才迟到3分钟。其实连一口水都没来得及喝，胃现在还在抽筋地疼。总监连正眼都不给，继续翻看手里的平板。加班是你能力不足、效率低下的问题，迟到就是触碰红线。公司的规矩不可能为你一个码农破例。我解释，要不是我连夜打补丁，这会儿咱们的主服务器根本起不来，整个平台今天都得瘫痪。他猛地一巴掌拍在白板上，吓得前排的实习生小姑娘浑身一哆嗦。总监扯着嗓子：“林川，你几个意思？犯了错还敢顶嘴？你作为核心组长，更得带头守规矩。你都带头迟到以后，这团队我还怎么管？规章制度成摆设了吗？”被当众这么一吼，脸上火辣辣的烧，在这公司拼死拼活干了整整5年，怎么说也是个主常，当着所有人的面一点台阶都不给。我深吸一口气，突然感觉心里某根弦彻底断了，抬起头直视总监的眼睛，一字一句说：“您说的对，规矩就是规矩，我绝不会再破坏公司任何一条规定。”说完，当着所有人的面，从口袋里掏出核心服务器的24小时应急密钥卡，啪的一声拍在会议桌上。这是主服务器的最简，按规定应该由组长24小时随身携带，但既然我不配当这个组长，那就交还给公司。总监愣了一下，没想到我会来这么一出。老陈急忙拉我袖子，小声说：“林哥，别冲动。”我甩开他的手，转身回到工位，打开电脑开始整理交接文档。下午3点，测试组那边传来消息，说新产品上线前需要跑一轮压力测试。吴总监在工作群里艾特我：“林川，今晚加班配合测试，务必保证系统稳定。”我看了眼消息，没回。老陈凑过来：“林哥，总监叫你呢。”我指了指电脑右下角的时间，现在下午5点58分，还有2分钟下班。按规定，我今天的工作时间已经结束。话音刚落，时钟跳到6点整，我准时按下打卡键，收拾东西起身就走。身后传总监气急败坏的声音：“林川，你给我站住！”我头也不回，走进电梯，看着吴总监那张涨红的脸被关门隔断。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靠着冰凉的墙壁，突然笑出了声。5年了，第一次准点下班的感觉，真他妈爽。第二天上班，整个研发部的气氛诡异得很。老陈端着咖啡凑过来，压低声音说：“林哥，昨晚新产品底层代码测试，系统一直报冲突警告，吴总监让我找你。”我头都没抬，继续盯着屏幕上的日常维护工作。找我干什么？我现在就是个普通码农，严格遵守公司规矩，6点下班。老陈急得直搓手，可是那个冲突警告涉及到你当初写的底层架构，新人根本看不懂那套逻辑，万一上线出问题。我指了指手腕上的表，那是技术总监该操心的事。我说：“现在是上班时间，我在处理分内工作，下班后的事不归我管。”老陈叹了口气，转身走了。中午的时候，吴总监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室里大屏幕上密密麻麻显示着红色的系统警报。吴总监脸色铁青，新产品下周就要上线，现在底层代码出现兼容性冲突，谁能解决？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几个新来的程序员面面相觑。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弱弱地说：“李总，这套底层架构太复杂了，我们需要时间研究。”时间？吴总监一拍桌子：“苏总亲自盯着这个项目，投资人都在等着看发布会，哪来的时间？
他的目光扫向我。林川，这是你写的代码，你来处理。我翻看着手机，头也不抬。现在是午休时间，不在我的工作时段内，而且按照公司规定，跨部门协调需要走 OA 流程，您可以发起工单申请。吴总监的脸涨成了猪肝色，我抬起头，平静地看着他。另外，我记得公司手册第38条明确规定，额外工作需要支付加班费或调休补偿。您看是按小时结算，还是先把我那8万分红还回来？会议室里的空气瞬间凝固，吴总监死死盯着我，半天憋出一句：行，你有种。他转向那几个新人，你们几个今晚加班，务必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实在不行就把报警的那部分安全校验逻辑先关掉，保证产品能顺利上线。我心里咯噔一下，关掉安全校验，那等于把防火墙的门直接敞开，任何懂点技术的黑客都能长驱直入。老陈也急了，李总，这不合规矩啊，安全校验是底层防护的核心，我说了算。吴总监打断他，先保证上线，其他的以后再说。下午6点，我准时打卡下班，路过研发部的时候，看见那几个新人还在对着代码抓耳挠腮，屏幕上的红色警报依然在闪烁。其中一个新人正在敲代码，准备执行吴总监的命令，关闭安全校验模块。我停下脚步，盯着那段代码看了几秒。那是我花了整整3个月时间搭建的防护体系，现在要被一个入职不到半年的新人用一行命令直接废掉。老陈追出来，林哥，你就真不管？这要是出事也是吴总监的决策。我背起包，我只是个被扣了分红的底层码农，不敢越权。走出写字楼的时候，手机突然震动，是系统自动发来的一条监控邮件，核心安全模块已被手动关闭。我看着那封邮件，默默按下了删除键。夜里11点，吴总监的夺命连环 call 把我吵醒，我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直接按掉，翻了个身继续睡。隔天早上到公司，气氛更加诡异了。吴总监顶着2个黑眼圈，正在对着几个新人发火，而我注意到监控大屏上系统防火墙的状态指示灯已经从绿色变成了黄色，那意味着有人已经在试探我们的防线了。上线倒计时第2天凌晨2点30分，吴总监的手机突然疯狂震动，他迷迷糊糊接起电话，那头传来值班允为慌张的声音：吴总监，不好了，服务器突发大量异常报错，系统负载飙到90%，再不处理就要宕机了。吴总监一个机灵坐起来，睡意全无。他打开笔记本电脑，远程连接服务器，屏幕上密密麻麻全是红色的错误日志，像血一样刺眼。但他根本看不懂那些代码，只能硬着头皮在电话里指挥。值班的小王更慌，声音都在发抖，说：吴总监，我真不知道怎么办，这些报错信息我从来没见过。吴总监额头冒出冷汗，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他想起林川，但立刻又把这个念头压了下去，当众扣了人家8万块，现在半夜去求人，这脸往哪儿搁？他咬咬牙下了个决定：小王，你别管那些报错了，直接用覆盖补丁把报错的代码段强制屏蔽掉，让系统先跑起来再说。小王犹豫了几秒，最终还是照做了。10分钟后，满屏的红色报错消失了，系统负载也降了下来。吴总监长舒一口气，觉得自己英明果断，挂了电话倒头继续睡。第2天早上9点，我照常打卡上班，刚坐下就发现气氛不对劲。老陈脸色煞白地盯着监控面板，手指都在发抖。我走过去扫了一眼屏幕，心里咯噔一下，防火墙的核心校验模块显示异常，有个端口的安全日志出现了断层，这意味着有人或者某个程序绕过了正常的验证流程。我调出昨晚的系统日志，越看越心惊。凌晨2点40分，小王在吴总监的远程指挥下，用强制覆盖的方式屏蔽了报错代码，但那些报错恰恰是安全模块发出的入侵警告，现在被一股脑压下去了。更要命的是，防火墙已经被撕开了一道隐蔽的口子，这个口子不大，但足够让有经验的黑客悄悄溜进来，在系统里埋下后门。老陈凑过来小声问：林川，这事要不要报上去？我看了眼不远处正在冲咖啡的吴总监，又看了看墙上贴着的公司管理制度，上面明确写着越级汇报者视为破坏管理秩序，严肃处理。我摇了摇头，公司有规矩，咱们得遵守。再说了，吴总监是技术负责人，他应该比我们更懂。老陈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吴总监端着咖啡走过来，看到我们盯着监控面板，不屑地笑了，大惊小怪，昨晚的问题我已经处理了，你们就安心准备上线，别整天疑神疑鬼的。我点点头，默默关掉了日志界面。下午6点，我准点下班。走出公司时，天边的晚霞红得像血。我掏出手机看了眼老妈发来的消息，她说医生通知下周就要住院准备手术，让我别担心钱的事。我把手机揣回口袋，加快了脚步。公司的事与我无关了。那道被撕开的口子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安静地躺在系统深处，等待着被引爆的那一刻。新产品上线前夜，研发部灯火通明，所有人都在做最后的压力测试和数据校验，空气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息。苏总亲自坐镇，投资人沈总也通过视频会议在线监督。这款产品承载着公司未来3年的战略布局。晚上8点，系统监控面板突然爆发出刺耳的警报声，一连串高危漏洞提示疯狂弹出，全是底层安全架构的致命缺陷。老陈盯着屏幕，手心全是汗。
这些漏洞如果不修复，明天上线就等于把公司的核心数据库敞开大门，欢迎黑客光临。吴总监脸色瞬间煞白，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转了3圈，最后猛地推开门冲到我工位前。他努力压着火气，但声音还是在发抖。林川，系统出现高危漏洞，你必须立刻加班修复，这是命令。我抬起头看了眼电脑右下角的时间，晚上8点15分，又看了看墙上的工牌照片，那是2个月前拍的。那时候我还相信努力就有回报。我平静地说，吴总监，公司劳动合同明确规定，加班需要提前申请并支付加班费。另外，我上个月的项目分红8万块还没结清，能不能先把这笔钱补发给我？吴总监愣住了，完全没想到我会提这种要求，他脸涨得通红。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计较这些？公司遇到危机，你作为技术骨干，难道不应该挺身而出吗？我摇摇头，吴总监，您之前说过，规矩不能破例，我现在也是严格遵守公司制度，没有书面的加班申请和加班费确认，我不能无偿加班。至于那8万块分红，是我应得的劳动报酬，总得有个说法吧。吴总监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的鼻子，林川，你这是在要挟公司，信不信我现在就开除你？我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领。吴总监，开除员工需要走流程，至少提前30天书面通知，而且您别忘了，我手里还有5年的劳动合同，如果违法解除，公司需要支付2倍赔偿金。办公室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停下手里的活，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老陈想过来劝，被我用眼神制止了。吴总监气得说不出话，最后撂下一句狠话，行，牛种，明天产品上线后，我第一个开除你，让你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我点点头，收拾好背包准备下班。经过老陈身边时，他小声说，林川，要不你就帮帮忙吧，真出事了大家都完蛋。我停下脚步，看着监控面板上那些触目惊心的红色警报，又看了看吴总监铁青的脸，我轻声说，陈哥，我只是个底层码农，不敢不遵守公司规矩。说完，我头也不回地走向电梯，身后传来吴总监摔东西的声音，还有苏总赶来后的怒吼声。电梯门缓缓关上，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闭上了眼睛。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医院发来的催款通知，老妈的手术押金还差5万块。走出公司大楼，夜风吹在脸上，带着初秋的凉意。我抬头看了看顶楼还亮着的灯光，那里正在上演一场没有我参与的救火大戏。明天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发布会现场布置的极其隆重，5星级酒店的宴会厅里挤满了媒体记者和行业大佬，巨大的 LED 屏幕占据了整面墙，公司 logo 在灯光下熠熠生辉。苏总穿着定制西装站在舞台中央，意气风发地介绍着这款耗时1年打造的社交电商平台。台下投资人沈总坐在第一排，满意的点着头。这个项目他投了2个亿，就等着今天上线后用户暴涨，股市翻倍。上午10点整，苏总按下了象征性的启动按钮，大屏幕上开始跳动用户注册数据，1秒钟几百个新用户涌入，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吴总监站在后台技术区，紧紧盯着监控面板，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昨晚他临时找了2个外包团队通宵打补丁，虽然没能完全修复那些高危漏洞，但至少把最明显的几个堵上了。他安慰自己，应该能撑过发布会这几个小时。10点15分，注册用户突破10万，媒体的闪光灯此起彼伏，苏总笑容满面的接受采访。10点23分，服务器流量突然出现异常波动，监控面板上的数据曲线像心电图一样剧烈跳动。老陈脸色瞬间变了，小声说不对劲，这个流量特征不像正常用户。吴总监凑过去看了一眼，强装镇定地说，可能是某个地区的用户集中涌入，没事的。10点25分，第一道防火墙的警报灯开始闪烁，紧接着是第2道、第3道，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沦陷。老陈的手开始发抖，他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流量高峰，而是有组织的攻击。10点27分，大屏幕突然黑了一下，全场一片哗然，苏总的笑容僵在脸上，技术人员疯狂敲击键盘想要恢复，但屏幕再次亮起时，画面已经不受控制了。一个骷髅头的动画占据了整个屏幕，下面用血红色的字体缓缓浮现一行英文 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 Ghost。 现场瞬间炸开了锅，记者们举起手机疯狂拍照，投资人沈总腾地站起来，脸色铁青。苏总冲到后台，对着吴总监怒吼，怎么回事？吴总监浑身发抖，语无伦次地说不知道，可能是黑客攻击，我们马上处理，但已经晚了。黑客代号 Ghost 在地下黑客论坛里是传说级的存在，他显然早就盯上了这个平台，利用那些未修复的漏洞，在系统里潜伏了好几天。今天发布会流量暴涨，正是他发动攻击的最佳时机。10点30分 ，Ghost 发动了蓄谋已久的 DOS 攻击，同时启动了渗透程序。那道被吴总监强行覆盖的安全缺口，此刻成了黑客长驱直入的高速公路。大屏幕上的骷髅头开始说话，合成的电子音在宴会厅里回荡。你们的系统就像纸糊的一样脆弱，感谢那位愚蠢的技术总监为我敞开大门。吴总监脸色惨白如纸，双腿一软，差点瘫在地上。媒体记者们兴奋了，这可是今年最大的科技丑闻。闪光灯更加密集，无数镜头对准了台上手足无措的苏总。后台监控室里，所有的防线都在崩溃。老陈绝望地看着屏幕上疯狂滚动的入侵日志，喃喃自语：完了，全完了。而此刻
我正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陪着老妈排队等待术前检查，手机震动了10几次，全是公司同事发来的消息，我看都没看，直接关了机。发布会现场彻底乱成一锅粥，苏总脸色铁青的冲进后台技术区，投资人沈总紧跟在后面，西装革履下掩不住的暴怒。宴会厅里的媒体已经开始现场直播这场灾难，各大科技媒体的推送标题一个比一个刺眼。吴总监瘫坐在椅子上，双手抱头，汗水顺着脸颊滴落，监控面板上的数据惨不忍睹。黑客 Ghost 就像进了无人之境，在系统里肆意游走，用户数据库的访问日志疯狂滚动，每一条记录都意味着海量信息正在被窃取。苏总，黑客已经突破了第一道安全防线，正在向核心数据库渗透。按照这个速度，最多10分钟就能拿到所有用户的隐私数据。沈总一拳砸在桌上，10分钟，你们的安全防护就这水平？2个亿投进去，连个黑客都防不住。苏总强压着怒火对吴总监说：“立刻启动应急预案，切断攻击源，保护核心数据。”吴总监慌乱地站起来，但他根本不懂底层安全架构，只能凭着一知半解瞎指挥。他盯着屏幕看了几秒，突然想到一个自以为英明的办法：快，强行切断物理电源，直接重启所有服务器。老陈惊呆了，吴总监不能这么干，系统正在高负载运行，强制断电会导致数据物理损坏，而且吴总监打断他：“没时间了，听我的，立刻断电重启，把黑客踢出去。”技术人员面面相觑，最终还是执行了命令。机房里，值班运维颤抖着按下了紧急断电开关，所有服务器的指示灯瞬间熄灭，监控面板陷入一片漆黑。短暂的寂静后，服务器开始重启，风扇的轰鸣声重新响起。吴总监长舒一口气，觉得自己力挽狂澜，但3分钟后，他的脸色比死人还难看。系统启动到30%就卡住了，底层核心数据在断电的瞬间发生了物理层面的损坏，那些正在写入的数据包被强行中断，索引文件彻底错乱，整个数据库变成了一堆乱码。更致命的是，黑客根本没被踢出去 ，Ghost 早就在系统里埋下了多个后门。断电重启对他来说只是小小的干扰，服务器重启后，他的攻击程序自动激活，继续疯狂抓取数据。老陈看着屏幕上的错误日志，声音都在发抖。完了，底层数据损坏了，系统根本启动不了，而且黑客还在，他现在可以为所欲为。苏总的脸色从铁青变成惨白，他死死盯着吴总监：“你干了什么？”吴总监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冷汗浸透了衬衫。沈总已经掏出手机，对着电话那头咆哮：“立刻联系律师团队，准备启动对赌协议的违约追责程序。”此时此刻，大屏幕上的骷髅头再次出现 ，Ghost 的电子合成音充满嘲讽：“感谢你们的配合，强制断电让防火墙彻底崩溃了。现在，让我们谈谈赎金的事情。”宴会厅里的媒体彻底疯了，无数镜头对准大屏幕。这场发布会已经从产品展示变成了公关灾难，而且还在直播。后台技术区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意识到，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系统彻底死机，黑客还在肆虐，而唯一能救场的那个人，此刻正在医院陪着老妈，手机都关机了。服务器瘫痪的消息像病毒一样在网络上疯狂传播。发布会直播被黑客劫持的视频，不到半小时就冲上了各大平台的热搜榜首。无数网友涌进公司官方账号下面，评论区彻底沦陷。刚注册的用户发现根本登录不了，充值的钱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客服电话被打爆，几十个客服坐在工位上接到手软，每个人都在重复同样的话：“对不起，我们正在紧急修复，请您耐心等待。”但用户的耐心早就耗尽了。有人开始在社交平台上组织集体维权，有人直接报警说遭遇了诈骗，更多的人在疯狂艾特各路媒体要求曝光。短短1个小时，话题阅读量突破3亿，公司的名字和史上最烂发布会牢牢绑在了一起。下午2点，股市开盘后的第1个小时，公司股价跳水式暴跌，大股东疯狂抛售，散户恐慌逃离，跌停板被瞬间封死。财经媒体的快讯一条接一条推送，某科技公司市值单日蒸发3亿，创年度最大跌幅记录。苏总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摆着7、8部手机，每一部都在疯狂震动。董事会成员、合作伙伴、广告商，所有人都在质问同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时候能恢复？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研发部那边传来的消息一个比一个绝望，系统彻底死机，数据损坏严重。外包团队看了一眼就摇头走了。下午3点，投资人沈总的电话打了进来，他的声音冷得像冰：“苏总，我们的对赌协议你还记得吧？上线后3个月内，月活用户必须达到500万，否则你们要回购我手里30%的股份。”苏总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沈总，我们会尽快修复的，这只是暂时的技术故障。沈总打断他：“技术故障？全网都在看你们的笑话，用户信任已经崩塌了。就算你今天修好，谁还敢用你们的平台？”苏总，如果天亮之前系统还恢复不了，我会立刻启动对赌违约索赔程序。按照协议，你们需要赔偿我3倍的投资损失，也就是6个亿。电话挂断，办公室里陷入死寂。6个亿，别说公司账上没有，就算把整个公司卖了都不够赔。苏总冲出办公室，直奔研发部。吴总监正在对着一群技术人员发火，但所有人都低着头不说话，气氛压抑的可怕。苏总一把揪住吴总监的领子：“我问你，到底什么时候能修好？”吴总监脸色惨白：“
苏总，我已经联系了3家外部安全公司，但他们看了系统日志后都说这个底层架构太复杂了，短时间内根本修不好。苏总松开手，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他环顾四周，突然想起一个人，林川呢？让林川来修。办公室里一片沉默，老陈小声说，林川今天请假了，说是陪家人去医院，手机也关机了。苏总愣住了，他这才想起来，就在几天前，吴总监当众扣了林川8万块分红，而昨晚系统出现高危漏洞时，也是吴总监拒绝了林川提出的条件。此时此刻，黑客 Ghost 发来了第一封勒索邮件，邮件标题很简单，想要你们的数据吗？正文只有一句话和一个数字，比特币1000枚，按照当前汇率，1000枚比特币价值超过4000万。苏总盯着那封邮件，太阳穴突突直跳，赔偿投资人6个亿，或者给黑客4000万，不论哪个选择都是死路一条。而唯一的生路，此刻正在医院的长椅上，陪着老妈等待手术通知，对这一切浑然不知。傍晚6点，苏总带着几个高管冲进研发部，脸色阴沉的像要滴出水来，整个办公区的人都停下手里的活，大气都不敢出。苏总环视一圈，声音低沉，我不管你们有什么办法，天亮之前必须把系统修好，否则公司破产，你们所有人都得卷铺盖走人。吴总监擦着额头的汗，结结巴巴地说已经在想办法了，但底层数据损坏太严重，真的需要时间。苏总一拍桌子，我给你们的时间还不够吗？从上午到现在8个小时了，你们就拿这个结果给我交代。老陈鼓起勇气站出来，苏总，这个底层架构是林川一手搭建的，只有他最清楚每个模块的逻辑，如果能让林川回来。吴总监脸色瞬间变了，他猛地打断老陈，苏总，这事儿跟林川没关系，是黑客攻击导致的，谁都没想到会这样。苏总盯着吴总监，冷冷地问，那你告诉我，为什么黑客能这么轻易就攻破我们的防线？为什么系统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安全漏洞？吴总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苏总转向老陈，你刚才说什么？把话说清楚。老陈犹豫了几秒，最终还是开口了，苏总，其实在上线前，系统就检测出了高危漏洞，林川当时提醒过，但是他看了一眼吴总监，但是因为时间紧迫，吴总监决定先上线再说。苏总的脸色更加难看。还有呢？老陈深吸一口气，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和盘托出，从吴总监强行关闭安全校验，到半夜瞎指挥让小王覆盖报错代码，再到昨晚拒绝林川提出的加班条件，每一件事都像一把刀扎在苏总心上。办公室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低着头不敢看吴总监。苏总转身盯着吴总监，声音冷得像冰，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吴总监浑身发抖，突然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大喊，苏总，这是林川的阴谋，他故意在代码里留了后门，然后勾结黑客攻击公司。您想想，为什么黑客对我们的系统这么了解？为什么攻击的这么精准？一定是林川泄露了核心代码。这番话说出口，办公室里瞬间炸开了锅，有人惊讶，有人愤，更多的人是不可置信。老陈气得脸都红了，吴总监，你别血口喷人，林川在公司干了5年，什么时候做过对不起公司的事？吴总监梗着脖子，那他为什么关键时刻不肯加班？为什么眼睁睁看着公司出事？这不是报复是什么？苏总举起手制止了争吵，他沉默了几秒，冷静地说，老陈，立刻封存所有服务器，调取最近1个月的系统操作日志，我要看到每一行代码的修改记录。他转向吴总监，如果查出来真是林传的问题，我亲自报警抓他，但如果不是……他没把话说完，但威胁的意味已经很明显了。与此同时，黑客 Ghost 发来了第2封邮件，这次不是勒索，而是一段视频。视频里 Ghost 用变声器嘲讽地说，听说你们在找内鬼，别费劲了，是你们自己蠢，跟别人没关系。给你们个提示，看看凌晨2点40分的操作日志，那个强制覆盖安全模块的天才操作，简直是给我送了份大礼。苏总的脸色彻底变了，他盯着屏幕上的时间戳，再看看瘫软在椅子上的吴总监，所有的疑问都有了答案。深夜11点，研发部的灯依然亮着，老陈带着2个技术骨干，花了整整4个小时，把最近1个月的系统操作日志全部导出来，按时间线整理成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苏总坐在会议室里，面前的投影仪上显示着密密麻麻的日志记录。吴总监站在角落，脸色惨白，双腿都在发抖。老陈打开第1份文档，声音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在吴总监心上。这是上线前3天的日志，当时系统检测到底层模块冲突，林川在下班前提交了一份风险预警报告，明确标注了可能引发的安全隐患，并建议延期上线进行修复。投影仪上显示着林川提交的报告，时间戳清清楚楚，下午5点55分，比下班时间提前了5分钟。报告里用红色字体标注的风险点和这次黑客攻击的突破口完全吻合。苏总盯着屏幕，太阳穴突突直跳。老陈继续说，但是第2天，吴总监在会议上否决了这份报告，理由是不能影响上线进度。随后他下令关闭了部分安全校验模块，并让没有经验的新人小王接手底层维护。投影仪切换到下一份文档，是吴总监发出的工作指令邮件，白纸黑字，无可辩驳。吴总监嘴唇哆嗦着想要辩解，我是为了赶进度，投资人那边催得紧。
苏总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老陈打开第3份文档，这是上线前夜凌晨2点40分的操作记录。当时系统发出入侵警报，但值班的小王在吴总监的远程指挥下，用强制覆盖的方式屏蔽了所有报错信息。屏幕上显示着详细的操作日志，每一条命令都有 IP 地址和操作者信息。吴总监的账号赫然在列，那些致命的错误指令全是他下达的。老陈的声音更加沉重，这些报错恰恰是安全模块发出的入侵预警，被强制屏蔽后，黑客在系统里埋下了多个后门，为今天的攻击做好了准备。吴总监瘫坐在椅子上，脸色比死人还难看。老陈打开最后一份文档，这是昨晚的记录。系统再次发出高危漏洞警报，林川要求先结清被扣的分红，并出具书面加班确认。吴总监拒绝了。随后林川按时下班，整个过程完全符合公司规章制度。投影仪上显示着林川和吴总监的对话记录，办公区的监控录像也被调了出来。画面里，林川平静地收拾东西，准点下班，而吴总监指着他的背影破口大骂。苏总闭上眼睛，深深吸了口气，真相已经再清楚不过了。从头到尾都是吴总监的无知和傲慢导致了这场灾难，跟林川没有半点关系。老陈关掉投影仪，补充了最后一句：另外，我查了林川的银行流水和通讯记录，没有任何异常。他这几天除了上下班，就是在医院陪他母亲，连手机都是关机状态。会议室里陷入死一般的寂静。苏总睁开眼睛，盯着吴总监，一字一句地说：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吴总监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整个人像被抽空了骨头一样瘫在椅子上。苏总站起身，声音冰冷：现在，立刻，马上告诉我林川在哪家医院。他看了眼墙上的钟，凌晨12点20分，距离投资人的最后通牒还剩不到6个小时，而唯一能救公司的那个人，此刻还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凌晨1点，市中心人民医院的急诊大厅里依然灯火通明。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手里捧着一杯已经凉透的咖啡。老妈刚做完术前最后一项检查，护士说明天一早就要进手术室，让我赶紧去缴费处把剩下的5万块押金补上。我看了眼手机银行的余额，38000块，这是我这5年攒下的全部家底，还差1万两，不知道该找谁借。正发愁的时候，走廊尽头突然涌进来一群人，为首的是苏总，后面跟着几个高管，最后面是满头大汗的吴总监。他们的出现让安静的急诊大厅瞬间变得嘈杂。几个护士惊讶地抬起头，苏总快步走到我面前，语气里带着从未有过的客气：林川，终于找到你了。我愣了一下，下意识地站起来。苏总是公司创始人，平时高高在上，别说普通员工，就连部门总监都很难见他一面。现在他居然亲自跑到医院来找我，而且还是在凌晨1点。我看了眼他身后的吴总监，对方低着头不敢看我，脸色惨白得像鬼一样。苏总深吸一口气，声音里带着明显的疲惫：林川，公司出事了，很严重的事，我需要你回去帮忙。我平静地说：苏总，我已经不是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了。吴总监说过，少个码农，公司照样转。苏总脸上闪过一丝尴尬：林川，我知道公司对不起你，但现在情况紧急，系统被黑客攻击彻底瘫痪了，底层数据损坏严重。我们找了3家外部安全公司，没有一个能修复的。他顿了顿，语气更加诚恳：只有你最了解那套底层架构，只有你能救公司。我看着他，没有说话。苏总继续说：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这次事故完全是无职的责任。他无视你的风险预警，强行关闭安全模块，还在关键时刻瞎指挥，导致数据损坏。林川，公司错怪你了，我代表公司向你道歉。吴总监这时候终于抬起头，声音发颤地说：林川，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扣你的分红，不该当众羞辱你，更不该在昨晚拒绝你的合理要求。求你了，救救公司吧。我看着吴总监，这个曾经趾高气扬的技术总监，此刻像条狗一样低声下气地求我。说实话，心里没有半点快感，只有说不出的疲惫。我摇摇头：苏总，我妈明天一早就要进手术室，我现在连押金都凑不齐，实在没心思管公司的事。苏总立刻说：押金的事你不用担心，公司全包了，不管多少钱，我们都负责。我看着他，平静地说：苏总，上次吴总监也说过很多话，但最后呢，我连自己应得的分红都拿不到。苏总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他转身对助理说：立刻准备合同，要有法律效力的那种。10分钟后，助理拿来了一份紧急起草的协议，苏总当场签字盖章，内容包括补发8万块项目分红，支付林母全部手术费用，额外支付100万特别奖金，以及承诺事后追究无耻的法律责任。苏总把协议递给我：林川，这是公司的诚意，现在你能回去了吗？我接过协议仔细看了一遍，确认没有问题后，看了眼墙上的钟，凌晨1点40分，距离天亮还有不到5个小时。我没有立刻答应，而是掏出手机开机，屏幕亮起的瞬间，几十条未读消息疯狂弹出，全是公司同事发来的求助信息。我快速浏览了一遍，心里对情况有了大概的了解。我抬起头看着苏总，我需要知道现在系统的具体情况损坏到什么程度了。苏总立刻让助理打开平板电脑，调出最新的系统检测报告。我接过来仔细看着那些触目惊心的数据，眉头越皱越紧。底层核心数据损坏率达到67%，多个关键模块的索引文件彻底错乱，防火墙被撕开了10几个口子，
黑客留下的后门程序遍布整个系统，这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我把平板还给苏总，声音平静：“苏总，实话告诉你，这个烂摊子就算是我，也没有100%的把握能修好，而且就算修好了，数据恢复也需要时间，不可能在天亮前完成。”苏总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身后几个高管也是一脸绝望。我继续说：“但是如果只是让系统重新运行起来，把黑客踢出去，保住核心数据不被窃取，这个我可以做到。至于完全恢复，至少需要3到5天。”苏总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够了，只要系统能运行，只要能保住数据就够了。”我看了眼病房的方向，老妈还在里面休息。我走到护士站，拜托值班护士帮忙照看一下，然后转身对苏总说：“走吧，回公司。”凌晨2点10分，车队驶进公司地下车库，我跟着苏总直奔研发部。整个办公区灯火通明，所有技术人员都还在，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疲惫和绝望。看到我出现，老陈眼睛都红了：“林川，你终于来了。”我点点头，直接走到主控台前坐下。屏幕上显示着系统的实时状态，一片狼藉。我活动了一下手指，深吸一口气，开始敲击键盘。首先要做的是重新获取最高权限。吴总监之前瞎指挥的时候，把权限管理搞得一团糟，我需要先把控制权拿回来。10分钟后，我成功重置了管理员密码，系统的核心控制权重新回到手中。接下来是评估损坏情况，我写了个快速扫描脚本，让它自动检测所有模块的完整性。扫描结果比报告里显示的还要糟糕，有几个关键模块已经彻底损坏，必须重写。老陈凑过来小声问：“林川，有把握吗？”我没有回答，只是继续敲击键盘。此时此刻，距离投资人的最后通牒只剩4个小时，而我要做的事情，正常情况下至少需要2天，但我别无选择。老妈的手术费有着落了，公司也给了足够的诚意。更重要的是，这套系统是我一手搭建起来的，就像我的孩子一样。看着它被毁成这样，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我转头对老陈说：“叫几个靠谱的人过来帮忙，我需要有人配合我做数据恢复。另外，准备10台备用服务器，我要重建底层架构。”老陈立刻去安排。苏总站在不远处，紧张地盯着我的背影。吴总监缩在角落里，大气都不敢出。凌晨2点30分，我正式开始了这场惊心动魄的系统抢救战。手指在键盘上飞舞，屏幕上代码如瀑布般滚动，整个研发部只剩下键盘的敲击声和服务器风扇的轰鸣声。时间1分1秒的流逝，而我已经进入了忘我的状态。凌晨3点，我已经连续工作了半个小时，初步稳定了系统的基础框架，但真正的难题才刚刚开始。黑客 Ghost 在系统里留下的后门程序比我预想的更加狡猾，他们像毒瘤一样深深嵌入底层代码，稍有不慎就会触发自毁程序。我点燃一根烟，盯着屏幕上那些可疑的代码段。老陈递过来一杯热咖啡，小声说：“林川，要不要我帮你分担一部分？”我摇摇头，这些后门程序互相关联，必须按照特定顺序清除，否则会引发连锁反应。你帮我盯着服务器负载，一旦超过警戒线立刻告诉我。就在这时，电脑右下角弹出一个新的窗口，是黑客 Ghost 发来的实时消息。他显然发现系统里有人在动手脚了。消息内容很简单：哟，来了个高手，可惜太晚了。我已经拿到了你们所有用户的数据，不过看在你技术不错的份上，给你个机会，现在停手，我可以少要点赎金。我没有理会，继续敲击键盘。Ghost 又发来一条消息：别不识抬举，我在核心数据库里埋了3颗定时炸弹，你敢动我的后门，整个数据库就会被格式化。这句话让办公室里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苏总脸色煞白地问：林川，他说的是真的吗？我头也不抬地回答：是真的，但他只说对了一半。我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他确实埋了定时炸弹，但不是3颗，是5颗，而且触发条件比他说的复杂得多。苏总倒吸一口凉气，询问我该怎么处理。我终于抬起头，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他以为我会按照常规思路去拆除后门，但他忘了一件事，这套系统是我设计的，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底层逻辑。我切换到另一个界面，开始编写一段全新的代码。这段代码的作用不是直接清除后门，而是在系统里构建一个虚拟沙盒，把所有后门程序都隔离进去，让他们以为自己还在正常运行，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核心数据的控制权。凌晨4点，虚拟沙盒构建完成。我深吸一口气，按下了回车键，屏幕上的代码开始疯狂滚动，系统进入了短暂的假死状态。办公室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连大气都不敢出。30秒后，系统重新响应，监控面板上那些代表后门程序的红色标记全部变成了黄色，它们被成功隔离了。老陈激动得差点跳起来。成功了，但我没有放松，因为更难的部分还在后面。我需要在不触发定时炸弹的前提下，重写那些被损坏的核心模块。这就像在拆炸弹的同时还要做心脏手术，容不得半点差错。凌晨4点40分，我开始重写第一个核心模块，手指在键盘上敲击的速度越来越快，屏幕上的代码如瀑布般倾泻而下，汗水顺着额头滴落，浸湿了键盘，但我顾不上擦。凌晨5点20分，第3个模块重写完成。此时窗外已经泛起鱼肚白，距离天亮只剩不到1个小时。苏总焦急地看着墙上的钟，手心全是汗。投资人沈总的电话已经打过来3次了，每次他都只能说还在修复，请再给点时间。凌晨5点50分，最后一个模块重写完成。我敲下最后一行代码，按下回车键，然后整个人瘫在椅子上，
系统开始重启，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主屏幕，启动进度条缓慢地向前推进，10%、30%、50%。凌晨6点03分，系统成功启动，监控面板上所有指标恢复正常，核心数据完好无损。黑客 Ghost 被彻底踢出系统，办公室里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系统虽然重启成功，但我知道这只是第一步。黑客 Ghost 不会善罢甘休，他在系统里潜伏了这么久，不可能没有留后手。果然，就在所有人松了口气的时候，监控面板上突然闪过一道异常的数据流。我立刻坐直身体，手指飞快地在键盘上敲击。Ghost 果然还在，他利用一个隐藏极深的后门重新建立了连接，正在尝试夺回系统控制权。老陈紧张地问：“林川，他又回来了？”我点点头，眼睛死死盯着屏幕。他在测试我的防御，想找到突破口。Ghost 显然也意识到对手不简单，他的攻击变得更加谨慎和狡猾。数据包像幽灵一样在系统里游走，每次都精准地避开我设置的陷阱。我冷静地分析着他的攻击路径，在脑海里构建出一张完整的攻击地图。突然，我发现了一个规律 ：Ghost 每次攻击都会在某个特定的节点停留0.3秒，这是他用来确认路径安全的习惯性动作。我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开始布置真正的陷阱。我在那个节点上设置了一个诱饵，伪装成系统的不弱环节，等着 Ghost 自投罗网。凌晨6点20分 ，Ghost 果然上钩了。他的攻击程序冲进诱饵节点，触发了我预先买好的追踪代码。这段代码会悄悄附着在他的数据包上，像 GPS 定位器一样追踪他的真实 IP 地址。但 Ghost 反应极快，他立刻察觉到了异常，开始疯狂地切换代理服务器，试图甩掉追踪。我的屏幕上显示着他的逃跑路径，从国内跳到日本，再到美国，然后是欧洲，像一场跨越全球的追逐战。老陈看得目瞪口呆，他跑得好快。我没有说话，只是继续敲击键盘。我在追踪代码里加入了一个特殊的算法，它会预判 Ghost 的下一个跳转节点，提前在那里布置拦截程序。凌晨6点35分 ，Ghost 终于慢了下来。他可能以为已经甩掉了追踪，开始放松警惕。就在这一瞬间，我的拦截程序成功捕获了他的真实 IP 地址。屏幕上弹出一串数字，那是一个位于东南亚某国的 IP 地址。我立刻启动反向渗透程序，沿着这个 IP 地址追踪过去。Ghost 显然没想到会被反杀，他的防火墙在我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脆弱。3分钟后，我成功进入了他的电脑，看到了他的真实身份信息。与此同时，我在系统里部署了最后的反击补丁，这个补丁会彻底封死所有可能的入侵路径，并且把 Ghost 留下的所有后门程序一次性清除干净。凌晨6点45分，倒计时开始，屏幕上显示着补丁部署的进度：10%、20%、30%。Ghost 终于意识到大事不妙，他开始疯狂地发动最后的攻击，试图在被踢出去之前破坏系统。监控面板上的数据流量瞬间飙升，警报声此起彼伏。我咬紧牙关，手指在键盘上敲出残影，这是最后的较量。要么我成功部署补丁把他踢出去，要么他破坏系统，让所有努力付诸东流。50%、60%、70%，Ghost 的攻击越来越猛烈，系统负载已经接近极限。老陈紧张的报告：林川，服务器快撑不住了。我深吸一口气，再坚持1分钟，就1分钟。80%、90%。凌晨6点58分，距离投资人的最后通牒只剩2分钟，补丁部署进度停在了95%，系统陷入了短暂的卡顿。办公室里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苏总紧握双拳，手心全是汗。屏幕突然黑了一下，然后重新亮起，进度条跳到了100%，补丁部署成功。与此同时 ，Ghost 的所有连接被强制断开，他留下的后门程序被彻底清除，系统恢复了完全的安全状态。凌晨7点整，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阳光透过窗户洒进办公室。我瘫在椅子上，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危机终于解除了，系统监控面板上所有指标都恢复了正常的绿色，服务器平稳运行，数据库完整无损。办公室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有人激动地抱在一起，有人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苏总冲过来，用力握住我的手，声音都在颤抖：“林川，你救了公司，救了所有人。”我摇摇头，声音沙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连续5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嗓子已经说不出话了。老陈递过来一瓶水，我一口气喝了大半瓶。就在这时，我的电脑屏幕上弹出一个新窗口，是刚才追踪到的 Ghost 的详细信息。我把这些数据整理成文件，转身对苏总说：“这是黑客的真实身份和 IP 地址，建议立刻报警，让警方介入调查。”苏总立刻让助理联系警方。不到20分钟，网警支队的人就赶到了公司。我把所有证据材料交给他们，包括工期日志、追踪记录，还有 Ghost 电脑里的数据。警方负责人看完资料后，神色严肃地说：“这个 Ghost 在我们的重点关注名单上，他涉及多起网络攻击案件，一直抓不到把柄。这次有了确凿证据，我们会立刻跨国协作将他缉拿归案。”处理完报警的事，我看了眼时间，早上7点40分，老妈8点就要进手术室了，我得赶紧回医院。正准备离开，苏总叫住了我：“林川，等一下。”他转向角落里的吴总监，声音冰冷：“无耻，从现在开始，你被公司正式开除了。”吴总监浑身一颤，瘫软在地上。苏总继续说：“这次事故造成公司直接损失超过3亿，我会启动法律程序，追究你的民事和刑事责任。你的无知和傲慢，差点毁了整个公司。”吴总监脸色惨白如纸，嘴唇哆嗦着想要辩解，但最终什么也说不出来。
他挣扎着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走到我面前，突然双膝跪地，痛哭流涕。林川，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你帮我说句话，我上有老下有小，不能就这么完了。我看着跪在地上的吴总监，这个曾经趾高气扬当众羞辱我的人，此刻像条狗一样祈求着。说实话，心里没有半点快感，只有说不出的悲哀。我平静地说，吴总监，不是我不帮你，是你自己把路走绝了。从你无视风险预警的那一刻起，从你强行关闭安全模块的那一刻起，从你半夜瞎指挥导致数据损坏的那一刻起，这个结局就注定了。我转身准备离开，走了2步又停下来，回头看着他。还有，你记不记得那天早会上你说的话？你说规矩不能破例，公司的制度不能为一个码农改变。现在公司的制度同样不会为你破例。吴总监瘫坐在地上，彻底崩溃了。苏总走过来，郑重地说：“林川，公司决定任命你为 CTO， 年薪200万，外加2%的期权。之前承诺的100万奖金会在今天下午打到你账上，你母亲的所有医疗费用，公司全包。”我点点头，谢谢苏总的信任。不过 CTO 的事，等我妈手术结束后再说吧。走出公司大楼，清晨的阳光洒在脸上，暖洋洋的。我掏出手机给老妈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押金的事已经解决了，让她安心准备手术。电话那头，老妈的声音带着哭腔：“儿子，你是不是又去借钱了？妈不治了。”我笑着说：“妈，您放心，这是我应得的奖金，合法合规的，您就安心治病。等您出院了，咱们换个大点的房子，让您和孙女都住得舒服些。”挂了电话，我拦了辆出租车直奔医院。车窗外，这座城市正在苏醒，街道上开始有了人流和车流。我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脑海里回放着这几天发生的一切，从被当众扣除分红，到白兰氏上班，再到公司遭遇危机，最后力挽狂澜。这一切就像一场荒诞的闹剧，但结局还算圆满。3天后，老妈的手术非常成功，主刀医生说恢复得很好，再观察1周就可以出院了。我坐在病房里陪着她，看着她脸上重新有了血色，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银行到账提醒，100万奖金，8万块分红，还有这个月的工资全部到账了。我看着那串数字，5年来第一次觉得努力真的有了回报。老妈醒来后，拉着我的手小声说：“儿子，妈听护士说了，你升职了。”我笑着点头，现在是公司的 CTO 了，以后不用再熬夜加班了。老妈眼眶红了，这些年苦了你了，一个人扛着这么大的压力。我握着她的手，妈，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的。等您出院了，我已经看好了一套3居室，离女儿学校很近，您也能有自己的房间。下午，苏总带着几个高管来医院探望，他们带了很多营养品和鲜花，对老妈嘘寒问暖。苏总私下跟我说，警方那边传来消息 ，Ghost 已经在东南亚某国被抓获，正在走引渡程序。他还告诉我，吴总监因为重大过失被公司起诉，法院已经冻结了他的所有资产。按照初步估算，他需要赔偿公司至少5000万，这辈子基本上是完了。我听完只是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吴总监的下场是他自己造成的，怨不得别人。1周后，老妈顺利出院，我开着刚买的新车，载着她和女儿去看新房子。女儿兴奋地在房间里跑来跑去，老妈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公园，眼里含着泪。搬家那天，老陈带着几个同事来帮忙，他们都知道我这段时间经历的事，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由衷的高兴。老陈拍着我的肩膀说：“林川，你是我见过最牛的程序员，也是最有骨气的人。”晚上，我站在新家的阳台上，看着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手机里弹出一条新闻推送，投资人沈总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次危机让他看到了公司真正的技术实力和危机处理能力。我关掉手机，回到客厅，女儿正在写作业，老妈在厨房里忙活着。这个家终于有了家的样子。第2天上班，我走进公司时，前台小姑娘恭敬地叫了声林总，电梯里遇到的同事也都主动打招呼，眼神里带着尊敬。我知道这份尊敬不是因为我的职位，而是因为那个拼尽全力救公司的夜晚。走进办公室，桌上放着一份新的技术规划方案，是苏总让我制定的。我打开电脑，开始认真审阅。这一次，我不再是那个被随意欺压的底层码农，而是真正掌握话语权的技术负责人。中午，我收到了一封特殊的邮件，发件人是 Ghost， 准确地说，是那个被抓的黑客。邮件很简短：“你是我遇到过最强的对手，技术上我输得心服口服，如果有机会，真想跟你当面聊聊。”我看完邮件没有回复，直接删除了。有些人，有些事，翻篇了就是翻篇了。下班前，苏总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份文件，这是公司新的技术管理制度，我参考了你的建议修改的。以后所有技术决策都必须经过 CTO 审核，任何人不得强行干预。我接过文件，认真看了一遍，满意的点了点头。这份制度如果早点实施，或许就不会有那场灾难了。傍晚，我准点下班，走出公司大楼时，夕阳把天空染成了金色。我掏出手机给老妈打了个电话，问她晚上想吃什么。电话那头，老妈笑着说：“你回来吃就行，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我笑了，加快了脚步。这一次，我不是因为迟到而狂奔，而是因为家里有人在等我。